零基础 AI 编程的第7集业务篇。因为上一期我们只讲了一些运维啊，还有一些大的方法，并没有进行实际的业务。比如说我们没有写一行后端的代码。这一期的话是带大家走一下怎么样用 Go 语言写一份后端代码并成功的跑起来。在此之前需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纯用 AI 去写代码，后端代码。公司的后端说 Go 的业务代码如果用 AI 写的话很容易返工，最好呢是用手写。但是我就有一点疑惑，因为在我看来，不管是什么程序无论是什么程序，在逻辑上无非就是解决判断和循环的问题，包括性能和效率，本质上也就是对循环和判断的优化而已。我个人认为呢，后端应该更适合纯用 AI 去写，因为后端的需求永远是固定的，它就那么3条：一、对数据库进行增删改查；二、向外暴露接口；第三，性能和优化。当然还有安全呢，安全就属于运维这一块。然后除了对数据库的操作，另外2条呢，明显就是 AI 做得更好嘛，而且不会出错。而我感觉我们的后端之所以认为 AI 写的容易返工，主要是 AI 变成工具，看不到数据库结构。那么逆向思维一下，是不是我只需要把数据库结构丢到本地，打通这一环，就不会返工了呢？我们的后端是有10几年的工作经验的，就是连它都解决不了说 AI 写的代码容易返工，那么如果我们能让 AI 写的代码不返工，是不是瞬间拥有了10几年的后端编程经验？而且这个在我看来，这个返工是很好解决的。如果是 AI 写的后端代码确实不能用，那只有2个原因：一，你没有用 Cloud 这个最强的代码去写；二，你自己架构的不行；三，开发人员本身对需求的理解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在后端库里面放入一个简单的前端测试页面，随时测试，就是测接口嘛，还要测什么？后端除了接口之外没了。 OK， AI 的回答呢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看法。他说作为一个技术创业者，你需要看透返工这2个词的背后真正含义。容易返工通常不是指 AI 写不出代码，而是指 AI 写的代码甚至不如重写一遍来得快。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些核心的矛盾，也是目前来说 AI 编程和传统的程序员之间的这种理念的矛盾。很多天才型的程序员，就是说可能刚毕业，然后他很有天分，但是没有经验，这样的人他往往更接受用 AI 写代码，而且他觉得 AI 写的代码很好用，很厉害。而经验型的选手，他做了很多年之后积累的这一套经验反而成为了他的信息茧房，也就导致这样的有经验的程序员，他拿着高工资反而不太愿意用 AI 去写代码，导致他们的效率还不如新人。这也是一个目前 AI 革命产生之后，对于我们新老牛马之间的矛盾的暴露。事实上 AI 的回答它讲到了一个重点的会返工的点，就是 Go 对包的循环引用非常敏感。 AI 如果不了解整个项目的目录结构，经常就会循环引用、循环依赖，导致报错。那话说回来，我们让 AI 了解整个项目的结构不就行了？在项目里面写好文档，写好架构，每次让 AI 写的时候都有足够的上下文可以去参考，那它不就可以搞定了吗？然后 AI 也给了解决方案，如何让 AI 写 Go 后端不返工。你提到的把数据库结构丢到本地是核心解法，但还不够，要彻底打通这一环，需要建立一套 AI 后端开发的标准流。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核心前置，就是上下文必须完备。也就是说
把数据库model 结构体文件作为 prompt 的一部分，或者 cursor 的艾特一下这个 context。AI 绝对不能猜字段。OK， 这是一点。二个就是项目的分层结构必须很明确。三就是要给参考代码，包括怎么处理报错，怎么打日志，告诉 AI 就照着这个风格写，不要自由发挥。也就是说，对后端代码要从始至终有一个管理的生命周期。这里呢，我原本是打算使用 SpecKit 这么一个工具去进行管理，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好像这个工具对于后端不是特别完整，所以又有了新的想法。具体的话是这么一个流程啊。当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的话，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相信 AI 编程的能力。就像我跟我那个同事讨论的那样啊，就是说你怎么能够用手去写呢？ AI 写代码会返工，你去解决返工的问题啊，怎么能把工具解决掉呢？所以说还是按我之前给大家讲的逻辑啊，如果 AI 写不了代码，不是 AI 不行，而是你选择的模型不行。下面开始正式的业务流程。那么基于我们之前的问题，追问一下 AI， 按你的说法，是不是对于后端项目而言，始终有一个文件夹应该用来存放需求文档和详细的架构文档，以及是否应该引入 SpecKit 这个工具？ OK， 完全正确。你现在已经触及了 AI Native 开发的核心，提示词管理和上下文工程。传统的开发模式是需求文档到人脑理解到代码， AI 是结构化文档到 AI 理解到代码。而对于 Go 这种强类型对结构要求严格的语言，在项目中维护一个专门给 AI 看的上下文文件夹是必须的。至于 SpecKit， 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文件夹里的东西精准的喂给 AI。以下是一套经过验证的针对后端项目的 AI 开发最佳实践框架。好，我们照着这个做一下。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 AI 认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型？按照 AI 的说法呢，推理和编程应该用两种模型。他建议我们推理用 OpenAI 的 O1 或者是 DeepSeek， 因为我们始终是用 Cursor 去进行代码处理啊。这里我就直接用一个 Trade Max 模式去做推理，然后它也提供了一些 prompt 的关键词，我觉得很好。好，做一下吧。先建一个后端仓库。既然是要验证 AI 写的后端代码会不会返工，我直接就选一个最复杂的、最容易返工的项目，做一个游戏项目的后端，我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成。之前一直用 Cursor 做演示的，这次用一下 Trade 吧。然后我之前游戏的文档其实是有的，直接放进来。直接放进来 Max 模型来思考。然后呢，复制一下之前 Gemini 给我们的参考的 prompt， 直接复制进去。当然这里的项目名称啊，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做一点点的微调。直接开跑。跑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我们之前没想到的问题，就可以继续来 Gemini 这里确定一下，比如说我们后端到底是用 Postgres 还是 MySQL 比较好。这样的话 AI 也会给予我们一个非常中肯的回答。很明显呢 AI 是认为要用 Postgres 去做，他认为是碾压级的存在。好，我们接收到这个信息，然后找机会再把这些关键信息喂给 AI 编程工具。好的，我已经用 Trade 的 Max 写完了这些内容，接下来应该是具体写代码了。再次询问一下 AI， 它的回答比较多，然后我大概整理一下的话，就是主要是以下几个点吧。一个就是它要建立一个 AI content 的目录建议是一个点 AI 的文件。二个呢就是建立一些铁律，也是从这里我看他要求我建立铁律到这个点 cursor rules 文件夹里面那个文件里面，我意识到可能这样的项目并不太适宜用那个 SpecKit 去做，所以就否掉了我之前的
看法，相当于我们自己做规范，就不需要 SpecKit 去做了。同样的 AI 给了我铁律是什么，然后一些提示词可以复制过去。当然了，这个过程也是需要做一些微调，微调完之后呢，输送代码。这个过程中可以继续去 Gemini 或者是 GPT 里面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的数据库，一是数据库怎么样去做云端和本地的同步，第二个呢，就更重要一点，就是这些项目里面应该建立一些怎么样的铁律，铁律不需要多，先建个3到4条，去问一下啊。好，这里铁律先简单来列一下，但是我觉得这里应该补充一下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嘛，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同步本地的数据库和云端的数据库，把这一条也加入到铁律中间去，自动。Atlas 好吧，这不就有了吗？数据库同步，这个 Atlas 不就是专门处理这些事情的吗？而且是自动的同步，非常好。具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要怎么用，我们可以后面再去把它补充进去，作为一个类似中间件的东西把它加进去。现在呢，还是专注于处理铁律的问题。它引入了这个 Atlas 工具之后，就会生成一份补充铁律。然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意识到 SpecKit 不太好用嘛，那么我就想再问一下 AI 是不是可以引入 Agent Skill。Agent Skill 最近也很火嘛，我感觉 Agent Skill 就完美适配后端的这种会返工的错误情况。然后 AI 的回答呢也是非常的精准而到位。果然。那么我本期的话就还是先做一个 Go 语言的基础架构，按照我给定的文档做好基础的架构之后，可能下一期会深入的引入这个 Agent Skill 去进行开发。它把我的文字需求转换成了 MD 的，厉害不愧是 Cloud 的 Sonic 4.5 的模型啊，真的是在编程上太厉害了。它把我的整个的文字文档整合成了一套非常漂亮的 MD 的文档，而且是分开拆分的，这样方便 AI 去按需取用，这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这个点 AI 的文件夹做好之后，也就是说给 AI 看的东西基本有一个雏形了，下面是要增加我们的铁律，铁律增加好之后就可以正式的架构代码了。我们把之前 AI 推荐给我们的4条铁律复制到 Agent 里面，然后跟编程工具说，给我把这4条铁律写在点 cursor rules 文件以及 agents 点 md 文件。这个 cursor rules 是cursor 这个软件会去读的 AI 上下文，然后这个 agents 点 md 是 tree 会经常去读的上下文，把它加进去。我们看到 AI 很快就已经写好了这2个文件，写好之后呢，再去 Gemini 里面问一下，前置工作差不多了，我现在要进行最后的 Go 语言骨架的搭建。我问他能否直接跟 Cursor 说，请根据我的点 AI 文件夹的内容架构一个基础 Go 然后 Gin 框架的基础代码。这里有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可以在 Cursor 里面按 at 直接引用之前的文件。这里 AI 建议我引用一个点 tree， 还有就是另一个文件夹，说如果有，我实际上并没有但是我为了代码的完整性，直接艾特了整个点 AI 的文件夹，因为架构的时候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这个时候就不要太去计算 token 的消耗是否太高了。艾特完文件，然后把 Gemini 给我们的提示词复制过来，同样的进行一下微调，然后回车就可以了。哇，连前置都给你配好了，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不只是当了学生把代码写出来，他甚至还当了老师，把我们后面应该怎么做，怎么去处理，一步一步分步骤的全都给他定好了。试试看。不行。像这里的报错问题啊 ，AI 甚至都早就预判到了。实际上，它在写的那个 setup.md 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要先安装 Go， 然后再安装 Postgres 的那个数据库。这里我因为没有跑，所以报错。那我们按照它的要求跑一下，安装一下 Go 的这个框架。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去下载啊，但是既然有命令行的话，那直接命令行吧。安装 Go 的命令行怎么来的？当然也是问 AI 得到的嘛。这个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一点 ，AI 甚至说啊，把开发计划都写好了。我的天啊，这个 AI 编程工具现在也太强大了。这里插一句啊，就是当我们的结构已经足够庞大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尽量在 Cursor 里面去问，因为它是有更加完整的上下文，而且看得到我们项目的代码结构的。目前来说，我大致看了一下啊，似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安装在本地的，还没有部署到服务器，这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先保证在本地环境下能跑，然后再逐步可以迁移到服务器上去。具体怎么迁移到服务器上，上一节课大致有讲了一点点运维的知识，这节课我在后半部分会再讲一下怎么样去通过命令行操作服务器，就这里的过程，数据化、初始化、缓冲层啊、日志系统，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大致的方法，然后具体怎么做，可能时长有限，要等到下一期再去讲了。有了，试用了一下，已经安装好了，而且我们的整个后端也能够跑起来运行了。OK， 已经跑通了，就这么一个后端，其实我们就搭好了。那后续的话，你看，按照 AI 的设计和结构以及规划去做就行了。8080端口这个后端已经跑起来了，然后前端，我的建议呢，当然就是在我们的项目里面本身需要有一个前端，用来方便自己测试任何的后端接口都可以。这里我建议直接写成那种 Vue 3的模式，然后可以在本地跑的那种。因为如果只是写一个 HTML 的页面的话，我们打开它不是模拟的网络环境，是访问不了，即使是本地的后端也是访问不了的，所以直接写成一个 Vue 3会更好一点。AI 写好之后也有文档告诉我们怎么安装依赖，怎么去调试。我们按照它的命令行输一下，装一下依赖，然后 npm run dev 就可以在本地把这个 Vue 3的前端项目跑起来就可以测试接口了。试一下看行不行？成功，搞定，可以了，这个后端就搭好了。虽然是在本地搭好的，但是作为正经的 Go 零基础，能够完成这一步，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了。那么下一步就很简单了，按照它 AI 的需求，把数据库连好，然后把代码部署到服务器上，也能够跑得动就可以了。接下来讲解怎么把代码，或者说怎么样对服务器上的文件进行操作。其实运维你不用记那么多命令知识的，你要做任何操作，第一步是什么？就是在本地建一个这个叫做什么运维仓库。我们做的那个不是 Pixsoft 嘛？你建一个 Pixsoft backend 这个运维仓库，要进行任何操作，你直接在 Cursor 里面就可以进行。然后你要看，比如需要 Cursor 看服务器上有什么文件，对吧？
你就从服务器里面下来嘛。比如刚才的，你看啊，这里我会勾选了同步之后，我本地的这里的文件夹结构就会跟服务器一样，对，创建缺失的本地目录嘛，然后刚才那个配置文件在这里嘛，对不对？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吗？是那个。在这里不就看得到了吗？你服务器上的配置文件是这个，你针对配置文件，它看得到，然后要做怎么处理，让科索写一个帕森。是吧？可以啊，你想要干什么就怎么处理啊。你要运行，比如它这里是查看所有在跑的容器，对不对？你也可以关闭所有容器，然后叫做你要看配置文件就在这里，或者说你需要把服务器上的目录结构你同步到本地都是一样的，你就把它下下来就行了，就不要下那种大的文件嘛，那小的文件对你有用的文件下下来让 AI 去看就行了。现在你有了这个配置文件，基本上你的命令是什么就知道了嘛。然后之前的部署不是要输一堆命令嘛，你就把那个一堆命令让他写一个脚本嘛。你看我刚才要找你那个镜像所在的位置，我就让他写一个查找所有镜像存储位置的 Python 脚本嘛。然后把这个脚本写完之后传上去，然后在这里跑一下，对吧？Python 什么什么 py 吧，什么，跑完你在这里就看得到了，它在哪个位置啊？我就让他写一个运行的，然后对啊，然后每次让他自己拉取。根本不要记那么多的代码，永远只是耗材，不要去记那么多，这个叫做全是噪声，这些命令全都是噪声。而且你在这里用多了之后也记得了，就自然在用的过程就记得了，是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法论的变化就是必须在本地建一个运维的仓库。你现在有一个后端的仓库吗？在本地？不是本地，是那个服务器。不是，你仓库总要在这里写代码，要本地写代码，对不对？你那个就是你本地的后端嘛，后端比如说 Go 啊或者 Java 嘛，那个有一个那个仓库，但是你同时还得有一个运维的仓库，运维的仓库专门用来处理运维相关的内容就行了，也一样的，这不快多了吗？是不是？然后如果说你有价值的，那些命令你就存在这个运维仓库里面嘛，服务器上的文件结构给它写个文档放在这里嘛，都可以的。而且你本身终端可以连服务器啊，现在我连的是服务器嘛，就跑服务器命令都是可以的。反正要做任何操作的话，就写一个 Python 代码，然后上传之后。上传对吧？然后给它一个权限目，就直接复制，可以了。那你刚OK， 共14个镜像，镜像层与原数据存放在上述 Docker 跟数据根目录下，具体路径因存储驱动而定。我看一下，以上呢就完美跑完了一个简单的通路。我们成功的写了一个 Python 脚本，然后上传到服务器上，并对服务器上的内容进行了一个检查或者说操作。基本上其他的业务也是遵循这样的一个逻辑，本地有一个运维仓库，然后写 Python 代码传到服务器上去运行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可乐。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加关注，谢谢大家，拜拜。求关注。